哎，大家好，欢迎来到维克尔马的 IT 技术频道。作为一个技术宅男，我学了很多 IT 的知识，也因此呢做了很多不同 IT 行业的职位。啊，我还会一直学下去。这个频道呢，就是记录我学习一些新知识的时候的过程。啊，希望大家订阅和我一起学习。最近呢接触了一些 Azure 的东西。呃，几天前开了一个 Azure 的账号。你看到这里是这个 Azure 在30天内给$200的 credit，还有一些免费的服务等等的。刚刚打开，刚刚开始啊。呃前一阵子呢也写了一个 Azure 方面的文章，今天就来复习一下这个文章，Azure CLI。啊，先呢咱们就打开这个 Terminal。打开 Terminal 呢，下面就是如何安装这个 Azure CLI。这边说了呢，就避免那个一个命令的安装。下面就是呃一步一步的安装。我看看我是不是已经装好了。好，没装好，那咱们可以装一下。呃，先装一下，copy 这个命令。然后再下一个命令。好，然后我就安装一下它这个 Microsoft 的 Keyring。然后下载一下它的 GPG 文件。看一下这个 GPG 文件啊。哎，已经有一个了。嗯，是 root，应该是755吧，744。下面这个是要加一些权限给它，copy paste，看这个权限变成怎样了，还是一样。然后呢，就设一个环境变量。呃，然后产生一个这个 Azure CLI 点 list 文件。这个应该是给这个 apt 命令做准备。然后再来安装吧。好，安装的过程当中，这是升级，升级咱就不管它了。啊、这是卸载，如果需要卸载的话，那就咱们用到它。然后下面呢就是啊，是登录了。这是安装还要持续一段过程啊。
这里安装结束了，安装结束了下面就试试 login 了 ，AZ login。然后呢，这个 AZ login 之后就应该有一个浏览器窗口给打开，然后这 login 的过程在那儿完成啊。咱试试啊，这个 login 没反应呢。他说他已经打开了。我在别的屏幕上也没看到它打开了。如果这个 web browser is available or is web browser is failed to open 他说如果没打开的话就摁这个了。确实在别的屏幕上没打开，让我摁一下这个 paste anyway 我是不是要 paste， 我是要 Control 点击，好，打开了。login 了，我登录，点击我这个用户账号，然后他说你已经登录进去了，回去看看你的 CLI，确实有变化了 CLI 说它是 retrieve tenant subscription from folder selection， 然后这就是那个，这应该就是那个 tenant， the following tenant doesn't contain accessible subscription， 这个 tenant 叫 roller 然后这 subscription 在这儿这是我建的那个 subscription， 前2天建的然后呢 select subscription and tenant， 那只有一个，所以说也不用选了，直接 enter。这就算是登录进去了。The login option has up. Please be aware that it no longer display. 那就是登录就结束了关掉这个登录结束了呢，还有一个就是 CLI auto completion 这个 auto completion 其实就是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应该大概有21行吧，这是上一次我做的时候。咱们看看现在我有没有这个文件。有，里面有21行一般来讲，这个 auto completion 呢都是要登录log out 再 login 才有的再试一试enter 打一个简单的命令，然后就是摁这个 tab 文件，狂敲 tab 文件，但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那咱就是登出去再进一趟关掉了 terminal， 然后再打开 terminal， 再打开 terminal。OK， 又回到这儿来了，然后 AZ enter 你看我一摁 tab 文件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 auto completion 呢其实就是自动装好了的那这个文件我刚才试验 auto completion 这个命令呢，它是一个叫 interactive mode， 它是用来学习的学习一些 help information 啦，比如说咱们试一试inter tab， 它是做一些准备下载一些 module 什么的，估计是。这个工具我学了一下，好像也不是怎么特别好用也许我没有体会到Do you agree send telemetry 随便删的吧。New recommender is added。The disable feature。微软的这个命令行工具做的还是很庞大的1分钟时间去 load command table， 使用起来应该会好一些吧。这个结束之后下一个咱们讲一讲这个 tenant user subscription， 这个困扰了我好久作为一个 AWS 管理员我对这个 AWS 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咱们试着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东西
这就是它这个 interactive 的学习界面了啊。比如说吧，我想列出它所有的 resource group，比如说哈，然后我就 group 这个出来了，按向下按键，点这个啊，他说需要一个 sub command 啊 group 啊 enter 还是不行啊 group，然后再 enter OK 啊，就是说下下下拉键把这个 group 选上之后，再摁空格，然后才能出来 sub command。那我想看一看都有什么group，然后再摁空格，哎，这个好像是就可以选择 tag 啊，就是说符合这个 tag 的 group 才列出来。我也没什么 tag，我估计就一个 group，看看，哎，它这个 output 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 group list 啊，我呢应该是有两个，对我有两个 group，这是一个 array 对吧？然后这是一个 group，这是另外一个 group。第一个 resource group 呢是 East US，它在 location East US，然后它叫 Network Watch Resource Group。第二个也是在那个区，它叫 TRG，这是我前一阵建的啊。这个 TRG 的意思就是 Test Resource Group，这个应该是 Azure 自己建的，自动建的，用来做 monitor 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没用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自己建的呢，就是这个。那这个命令成功了啊，就是 group list 成功了。如果你想建 group 呢，可以在 group 下键空格，在下面选 create 啊，然后你要指定看三个 required location name 和 resource group，就是这个 resource group 的 name。这个 name 呢，哎，它这两个是一样的 name，为什么都需要啊？不管它了，反正这个 interactive 命令的用法了，可以学一学啊，以后有时间学一学。那我先给它退出了，现在我就不学了。退出，退出。哦，这还有样子，create new demo 啊，在 L 是 location，N 就是这个 name 应该是 name 就是 resource group，它没有用这个 resource group，然后 name，它其实就给了，对，它就给了两个，这叫啥？这叫 parameter，只给了两个 parameter，所以说这个三个可能有一个应该是就是过期了，不用了。好吧，那就怎么退出？我摁一下，哦，Ctrl D 在这儿，Ctrl D，Ctrl C 还可以 clear screen，我试一下，Ctrl C 啊，cool，Space 是 predict 啊，对对对，F1 layout，我摁一下 F1试试。Do you want command description? Yes. Do you want parameter description? Yes. Do you want example? Yes. Do you want series? Yes. 哦，那就其实就是选下面都有些什么东西的。OK，layout。F2呢是 default，我就选 F2，那就是说 F2都有些什么东西的，都是有些什么 layout，它就恢复原样了。我选的就作废了啊。F3是 key 是啥意思？啊，no default 这些 key。search for command key，这不知道啥意思，挺乱。这个是知道 prediction，刚才我就发现了嘛，就打一个 group 命令，group 选上之后，你要摁空格，它才能预计你下一个命令是什么。在这里面就是说你或者是 list 啦，或者 show 啦，我看看 show 还有 name
哎，他居然发现了我都有哪些 resource group，我再选中我这个，哎，它就显示一下，哎，这个很好，这个我感觉可用哈，行，Control C clear screen，Control D quit，哎，好，Command Line 就到这儿啊，哎，接下来学一学这个 tenant user 和 subscription 啊，这里说呢，tenant 是这个 Active Directory entity，代表一个 whole organization 的，就是说代表一个公司，你们公司就是一个 tenant 啊。在我刚才那个账号呢，再找一下 tenant list 啊，看看刚才我这个账号 tenant list。哦，extension account. Do you want to install it now? 它这个命令还需要一些subcomponent，每次你要打到这个命令的话，它就会安装一下。第一次打这个命令安装要花一点时间。哎，哦，在这里写上我有2个 tenant，一个是 B6，一个是41。哦，tenant ID 在这儿，ID 和 tenant ID，不是很清楚。active tenant ID，用这个 AZ Azure account show account show，就是现在的这个 tenant，现在的 tenant ID 是这个7483啊，不是这里面任何一个，不是这里面的 ID 啊，哦，它这是应该是 account 的 ID，这个 account 的 name tenant default domain tenant ID 在这儿 C41，那就是这个就是这2个 tenant list 里出来这2个，其中一个是我现在的 tenant。现在我的 user 是这个 user，也只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个 subscription 啊，就是下一个怎么说这个是 organization 哈，tenant 是 organization。A tenant has one or more subscription and users，就是比如说你是公司雇员嘛，对吧？你是其中一个 user，那我呢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就这个公司的一个 user 啊，这个 user 就是他，这是现在我这个 user 啊，我用来登录的 user。tenant 呢，tenant ID 是这个啊，那 subscription 就是说一个 tenant 有一个或多个 subscription，subscription 就更像是就是交费用的。比如说你有一个项目，你决定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单独给就是以后记账嘛啊，就是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那个项目花了多少钱，那你就给这个项目建一个 subscription，就是我理解呢就是交费的啊。现在我的这个 subscription 呢叫 Azure Subscription One 啊，一个 typical default name 啊，store the default subscription in a variable 啊，再试试这个命令啊，它就是把 subscription ID 呢，这看看我们现在的 subscription ID 是什么。其实呢就应该是，哎，我没 copy 啊，OK 来了，subscription 我感觉就应该是这个 ID 啊，没错，这个 ID 就是 subscription ID。好，这个复习结束了啊，这个了解了一下 tenant
user 和 subscription 的含义安装了这个 CLI 然后试了一下这个 interactive CLI。还有这个这下面还没说完了哈 ，users are those account sign， 这刚才说过了，员工嘛哈。一个 user 可以有多个，可以 have access to multiple subscription， 这个可以理解吗？你可以一个员工应该同时做多个项目嘛？你给财务部做一个项目，然后给一个市场部做一个项目，那你就是在2个 subscription 里面了，你 have access to multiple subscription。但是一个 user only access with single tenant，就是一个 user 只能去 access 一个就是属于一个公司，你不可能多个公司的subscription agreement with Microsoft use cloud service including Azure every resource associated one solution， 就是刚才的意思了，就是 subscription 主要是记账用的了，你只要使用 resources， 那你就是要付钱，要付钱呢就必须是从属于某一个 subscription。好了，首先非常感谢你看到现在，这个视频的质量非常抱歉，我会不断的改进，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正、提问，还有订阅，多谢，下次再见。